王妃娘娘，王爷他带着许侧妃往这边来了。来就来吧。王爷，姐姐在那里，我们要过去吗？不必管她。顾长渊，拿命来！沈清堂，打！10年，够了。王爷，为什么？皮糙肉厚，躺3个月就好了。清堂，你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孩子的。柔家的身子经不起折腾了。哼，想让我替你死，顾长渊，做梦去吧！王爷，有刺客！护驾！王爷中刀了！快传太医！快！10年前，我以为他是我的命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只是他的一把刀。你看，没有我替你挡，你也不过如此。沈清堂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明明可以救他的，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我为什么要救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不救他，你想让他死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不想再当傻子了。来人，拦住他！是他害了王爷，是他！王妃，请您留步。怎么，你们也要拦我？啊！沈清堂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哀家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同意渊儿娶你这么一个蛇蝎心肠的毒妇。王爷遇刺，你作为王妃，非但不护驾，反而见死不救。太后娘娘，您别怪姐姐，都怪臣女。若不是为了保护臣女，王爷也不会。姐姐当时许是吓傻了，才没来得及反应。吓傻了？她沈清堂是将军府出来的女儿，3岁习武，5岁上马，会怕一个刺客？她分明就是故意的。她嫉妒柔家得渊儿宠爱，所以才存了歹心，想借刺客的手害死渊儿和柔家。母后，刺客的目标是王爷，不是我。无论我动或者不动，那把刀都会刺向他。我的命是命，王爷的命也是命。我没有义务用我的命去换他的命。你竟敢跟哀家说这种话！好一个没有义务！沈清堂，你嫁给了渊儿，你的命就是他的，你的荣辱，你的生死，全都记在他身上。他活，你才能活；他死，你就得陪葬。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哀家拖去冷宫，没有哀台的命令，永世不得出。我也是爹娘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，我的心也曾是热的，可现在她早就在她一次次的理所当然、一次的偏爱中冷透了，冻僵了。清堂，你真勇敢。你是将军之女，皮糙肉厚，这点伤算什么？柔家不一样，她身子弱，受不得一点惊吓。顾长渊，许柔家太后。这盘棋，现在轮到我来下。你是沈家的丫头。您是？
沈啸天的女儿果然有几分他的风格，只可惜这份风骨用错了地方。能被关进这地方，还一脸不甘与恨意的，想必是为了那个叫顾长渊的小子吧？您究竟是谁？哀家姓温。看来你想到了，没错，我就是那个斗败了的、该死没死成的老妖婆。丫头，告诉哀家，你为什么会被关进来？因为我见死不救。顾长渊遇刺，我没有像从前一样替他挡刀。好一个见死不救！像他爹，更像他那个虚伪的祖父，骨子里都是自私凉薄。你为他挡刀，他只觉得是理所应当；你不为他挡刀，他便觉得你罪该万死。沈家的丫头，你终于聪明了一回。聪明又有什么用？如今还不是被困在这方寸之地，任人宰割。那要看你是想就此腐烂，还是想把所有欠了你的人都拉下地狱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有脑子，有这20年来，知道每一个人的软肋，知道每一条可以利用的暗道。哀家缺的是一把锋利、听话且足够狠的刀。沈家的丫头，好，温然顾祖母，从今天起，沈清堂便是您手中最锋利的刀，刀锋所指，无所不逆，刀剑饮血，不死不休。这宫里头，有时候脑子比拳头有用。在这宫里，最不缺的就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。你要让他们知道，你虽然身在冷宫，却并非毫无还手之力。你要让他们怕你、敬你，甚至为你所用。哟，饭来了，爱吃不吃。这冷宫的伙食，王妃娘娘怕是吃不惯吧？要拿捏一个人，就要找到他的命门。这个李嬷嬷唯一的儿子在宫外是个赌鬼，欠了一屁股的债。他这点阅历根本不够填那个无底洞。真是上辈子造的孽，天天伺候你这尊瘟神。哟，前王妃娘娘，今儿的饭菜还合胃口吗？这可是老婆子我特意为您留的呢，香着呢。你想做什么？李嬷嬷，这只簪子够还你儿子的赌债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有没有胡说？嬷嬷心里清楚。这只簪子是给你的见面礼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。你若安分，我保你儿子平安；你若再动什么歪心思，我能知道你儿子的事，就能让他在这京城里彻底消失。娘娘说的是，都是老婆子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您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您的饮食起居，老婆子一定给您安排的妥妥帖帖。不错，孺子可教。许柔嘉，你装的伪善又情深，感动太后，感动了皇上。但是，你害得我父亲被斥责，害得我将军府上上下下都受到了牵连。
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愤怒是最好的燃料，但光有愤怒，烧死的只会是自己。你要学会将这股火烧向你的敌人。顾祖母，我们该怎么做？不急，先让那朵小白莲再得意几天，爬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才会越痛。话说那靖王妃心肠毒如蛇蝎，最毒妇人心啊！可怜了那许侧妃，有情有义，却受尽委屈。那许侧妃真是菩萨心肠啊！让他爬。娘娘，您猜我今儿听到了什么？那许夫人今儿个竟派人去了内务府。去内务府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打听王爷的身后事呗。他的人悄悄问内务府的管事太监，说万一啊，万一王爷有个三长两短，那这王府的爵位、财产该如何承袭？还特意问了他这个侧妃能不能反正，能不能继承王爷的所有家当。这事儿还有谁知道？就那几个管事太监知道，都得了许夫人的好处，嘴巴严着呢。也就是我跟其中一个小太监有点交情，他才偷偷告诉我的。很好，李嬷嬷，这件事你做得很好，这是赏你的。你在帮我做一件事。娘娘，这事儿要是被太后知道了，可是掉脑袋的罪过。放心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你只需要把话传到该传的人耳朵里就行。记住，要装作不经意，要让别人觉得是他们自己听到的，而不是你刻意说的。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这个数。娘娘您放心，老婆子我豁出去了，保证把事儿给您办得妥妥帖帖。丫头，你这一招釜底抽薪用得不错。对付许柔家那种伪善之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在最得意的地方摔个粉身碎骨。只是你把宝都压在了这个李嬷嬷身上，不怕她拿了好处却不办事吗？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况且他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比起许柔家的外强中干，我这个身在冷宫却能洞悉一切的人，更让他感到恐惧。比起许诺的富贵，恐惧才是驱使人心的最强的力量。沈啸天那个只懂打仗的莽夫，竟生出了你这么一个天生就该活在后宫的女儿，真是造化弄人啊！是啊，造化弄人。若不是被伤透了心，谁又愿意变成满腹算计的毒妇？听说了吗？靖王爷还没断气呢，那位就急着打听家产了。可不嘛，他派人去了内务府，问侧妃能不能繁正继承爵位。是那个姓张的管事太监收了好处呢，听说塞了这个数，说的可有鼻子有眼了，连哪个太监多少银子都清清楚楚，传得一清二楚。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敢在背后编排柔家？给哀家查，查出来，乱棍打死！太后娘娘息怒，想必是有人嫉妒臣妾得了王爷的爱，得了您的怜惜，才故意造谣重伤。臣妾对王爷的心，日月可见，天地可表。若是王爷真有什么万一，臣妾定会追随他而去。好孩子，是哀家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
有哀家在，绝不会让那些小人得逞。您说这第一步棋算成功了吗？丫头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不会轻易死去，它只会在暗地里悄悄地生根发芽，直到有一天遇到合适的雨水和土壤，它就会疯长成一棵参天大树，撑破所有虚假的伪装。太后现在越是维护它，就说明这颗种子扎得越深，因为她这流言是真的，怕自己信错了人，怕自己的一片真心错付给了豺狼。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？等着那朵小白莲自己把肥料和雨水都送上门来。一个人的本性是藏不住，他越是想证明自己清白，就越容易露出马脚。是啊，我等着看他如何亲手浇灌那颗足以让他致命的怀疑种子。我要在靖王府大设法坛。太后娘娘，臣妾是为了王爷才不得不如此铺张，臣妾愿意倾尽所有，只求王爷能够平安醒来。这只凤钗好看，戴上那对玉镯通透，这件东珠串成的披肩华贵。许侧妃真是个妙人，刚拿了钥匙就说要清点库房，为王爷祈福，整理出一份合适的祭品单子呢。只是这司库重地，她一个侧妃进去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百家靖王府。许柔家想穿吗？太后娘娘，臣妾不是故意的，臣妾只是看到这件礼服，想起了王爷，想起了姐姐。臣妾想着，若姐姐还在，王爷还是好好的，该有多好。臣妾一时糊涂，才会鬼迷心窍，穿上了这件衣服。够了，哀家累了，不想听你这些废话。即日起，没有哀家的允许，你不准再踏出你的院子半步。王府的事务，哀家会派人接管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丫头，干得不错。还没结束，接下来太后必然会对许柔家严加看管，她想再见到顾长渊就难了，这就给了我们最好的机会。她昏迷得太久，久到所有人都以为许柔家是那个唯一对她好的人。我们得让她醒来，让她亲眼看看，在她命悬一线的时候，她最爱的那个女人在做什么。只有这样，她那颗被蒙蔽了的心才能裂开一道缝隙，我们的刀子才能插得进去。娘娘，不好了！靖王爷他醒了，醒了？怎么会这么巧？就在刚才，太医刚刚确认的。现在太后和皇上都赶去靖王府了。是谁？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？丫头，看来这盘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。是啊，这盘棋，下棋的人不止我和温然，他的目的暂时与我一致，都是要让许柔家身败名裂，让顾长言众叛亲离。可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，不管他是谁，他的出现
打乱了我们的节奏，但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。丫头，你说的没错，既然棋局已经乱了，那我们索性就让它变得更乱一些。现在太后和皇上都在靖王府，许柔家被禁足，短时间内根本见不到顾长熙，这是他最大的弱势，却是我们最好的时机。你必须抢在他之前，把你想让顾长元知道的事情全都灌进他的耳朵里。可我被困在这里，我的人出不去。你忘了你哥哥沈凌虽然被撤了禁军统领的职，但他在宫里的人脉和眼线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清除干净。你现在立刻马上让那个李嬷嬷去联系他，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去见顾长渊，去告诉他，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，他心爱的柔家妹妹都做了些什么好事。记住，不要添油加醋，只要陈述事实，事实往往比谎言更有杀伤力。李嬷嬷，嬷嬷，这一次事关我沈家满门的性命，你若办成了，我保你和你儿子一世富贵无忧；你若办砸了，或者动了别的心思，我保证沈家倒台之前，第一个死就是你。娘娘放心，老婆子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一定把东西送到沈小将军手上。丫头，怕了？不是怕，是兴奋。我终于体会到您所说的那种将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快感。顾长渊、许柔家、太后、皇上，还有那个藏在暗处的人，你们都成了我的棋子。这盘棋我一定要赢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也要让那些伤害过我家人的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娘娘，成了！小将军他见到王爷了。住手！沈凌，你来做什么？来看你死了没有。放肆！沈凌，你竟敢在王爷面前如此无礼！无礼？比起某些人，当着王爷的面一套，背着王爷的面又是一套，我这点无礼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好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这是在你昏迷的这段日子，许侧妃动用王府库银的流水账，你看看，她都用你的钱做了些什么？买最名贵的木料搭法台，请最高规格的僧人念经文，甚至还为你准备了最顶级的金丝楠木棺材，真是体贴啊！连你的身后事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王爷，您终于醒了。您知道吗？柔家好担心您，柔家每天都在为您祈福。王爷，您为什么打我？打你？我真该杀了你这个贱人！我还没死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给我办丧事了？我没有，王爷，您听我解释，是沈清叹，是那个毒妇在陷害我，他见死不救，害您重伤，如今又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王爷，您千万不要信他的话呀！闭嘴！皇上，这里乱得很，哀家先回宫了。这件事还是等渊儿身子好些再做定夺吧。滚！王爷，我让你滚！沈清棠呢？他在哪里？
他在哪里？他在冷宫，在你下令，在你母亲的墨之下，被关进了那个不见天日的吃人的地方。顾长渊，你现在还关心他在哪，不觉得太可笑了吗？在你毫不犹豫的用自己的后背对着他去保护另一个女人的时候，在你心里，他沈清堂不就已经死了吗？一个死了的人，是生是死，是荣是辱，又与你何干？死了吗？是啊，从前的那个沈清堂早就死了，死在了那把刺向他后心的利刃前，死在了他那句理所当然的皮糙肉厚里，死在了那碗夺走他孩子性命的红花汤中。现在的我，只是一个顶着沈清堂名字的复仇的恶鬼。后来怎么样了？小将军说完那番话就走了，王爷他一个人在床上坐了很久很久，谁也不见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就像是丢了魂儿一样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他才派人去向皇上和太后传话，他求皇上下旨，请您出冷宫，说是要当面跟您问个清楚。来了，终于来了，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。即日起赦免沈清堂出宫，钦此。丫头，你过来，记住，你这次出去不是去耀武扬威的，你是去卖惨的。你要让他看到你过得有多惨多委屈，你要让他因为对你的愧疚寝食难安，肝肠寸断。男人的爱靠不住，但男人的愧疚却是一把最好用的刀。用这把刀，你可以让他为你做任何事，包括让他亲手了结他最爱的那个女人。清堂，受教了。又是这事。我知道，从我踏出冷宫的这一刻起，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沈清堂，王爷，您醒了，醒了就好。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要在这冷宫里烂成一堆白骨了呢。沈清堂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是在怨怼皇上，怨怼哀家，还是在怨怼你的夫君？怨怼？不，只有恨，滔天的恨。清堂，王爷，滚开！你起来！谁让你跪下的？给本王起来！晨曦沈清堂有罪，晨曦之罪，在于不该妄想，以10年痴心换1分真心。晨曦之罪，在于不该愚蠢，以为以命相护能换得片刻垂怜。晨曦之罪，更在于不该高估了自己，以为自己这身皮糙肉厚的筋骨，真的刀枪不入，百毒不侵。够了！沈清堂，你给我住口！住口！王爷，您也会怕吗？您怕听见这些，是因为您心虚了。您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会不会也曾想起那个在猎场上被您独自抛下，险些葬身狼腹的我？想起那株被您亲手取走送给旁人，我母亲留给我依的遗物？想起那个还未来得及成型，就被您亲手端的一碗红花汤化为血水的我们的孩子！太医，快传太医！是我，都是我。
王妃娘娘，您醒了，您昏迷了1天1夜了，可把奴婢们吓坏了。这里是回娘娘，这里是靖王府西侧的听雪轩，是皇上亲自下的旨意，让您在这里静养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皇上还派了刘太医，每日为您请平安脉。任何人不得打扰，皇上这一手玩得真是漂亮。有劳刘太医了。王妃言重了，此乃微臣分内之事。王妃娘娘，您这身子亏空得太厉害了，气血两虚，心力交瘁，再加上陈年的寒毒未清，才会一病不起。敢问太医，我这身子还能有孕吗？娘娘，恕微臣直言，您当初伤了根本，此生恐怕子嗣艰难。我的孩子，我那个无辜的可怜的孩子。我明白了。这是你们是何人所派？回娘娘，奴婢名唤春和，她叫秋月，我们是内务府指派过来伺候娘娘的。内务府，那就是皇上的人了。起来吧，既是伺候我的，那就要守我的规矩。我的规矩很简单，只有2条：第一，不该看的别看，不该听的别听，不该说的更是一个字都不许多说。第二，对我要绝对忠心。你们若能做到，我保你们一世安稳；若做不到，奴婢遵命，誓死效忠娘娘。奴婢遵命，誓死效忠娘娘。王爷，您不能进去，皇上有旨，任何人不得打扰王妃娘娘请养。滚开！死艰难，刘太医都告诉我了，是那碗药对不对？沈清谈，我们的孩子。顾长渊，你没有资格提那个孩子，杀死他的不是我，是你，是你这个薄情寡义、冷血无情的亲生父亲。是我杀了他，是我亲手杀死了我们的孩子。一个向来冷硬的亲王，此刻哭了，竟然在我的面前，哭得像个迷了路的孩子。顾长渊，你也会痛吗？这点痛，又怎么比得上我当年失去孩子的1/1000绝望？青堂，别碰我！青堂，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你打我，你骂我，怎么样都行，只要你能消气，只要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重新开始，王爷。您是在说梦话吗？我们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。在您选择护着许柔家，将后辈赎给我的那一刻，在您眼睁睁看着我被关进冷宫，不闻不问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是死敌了。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的死敌。不是的，青堂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柔家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只是看她可怜，把她当妹妹。够了，顾长渊，收起你那套恶心的说辞吧，我不想听。我现在看见你，听见你的声音，都觉得脏。只有一个要求，让许柔家从这座王府里滚出去。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脸。你若能做到，或许我还能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你若做不到，这宗王爷的义气互相折磨，直到我们中的一个彻底化为白骨。
我答应你，我让他滚。王妃，侧妃许是柔家，德行有亏，品行不端，即日起废除其侧妃之位，贬为庶人，逐出王府，永不得归。沈清堂，你这个毒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许柔家，这只是第一道开胃菜，我们的账还长着呢。我会一笔一笔的，慢慢的跟你算。娘娘，王爷他伤口还没好，这么站下去，身子会受不住的。要不，奴婢去送把伞。不必，他想站，就让他站；他想死，就让他死，与我何干？你以为我还会像从前那个傻子一样心疼你、可怜你吗？晚了，太晚了。我沈清堂的心早就死了，被你们亲手一刀一刀的凌迟处死，心已死，再无波澜。王爷，你不能再站下去了！清堂，你见见我，求你见见我。王爷，天冷，早些回去歇着吧，别死在我这里，脏了我的地方。清堂，姑祖母，您看到了吗？您教我的这把刀果然很好用。米嬷嬷一直都在，她是我和温然之间唯一的传声筒，她将我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很快，温然的指示就会通过她再次传回来。药材补品分给府里生病的下人，绸缎珠宝赏给平日里干活最辛苦的粗使丫头。记住，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些东西是王爷送来赔罪的，也是我沈清潭不稀罕的。清堂，许柔家找到新的靠山了。谁？七皇子顾长泽。顾长泽野心勃勃，与顾长院明争暗斗多年，手段狠厉。许柔家投靠顾长泽，既在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他不可能就此沉寂，一定会寻找新的浮木东山再起。放眼整个京城，还有谁比顾长渊的死头头顾长泽更适合做靠山？他们两人，一个有恨，一个有野心。他们现在在哪里？顾长泽在城外，有一处很隐秘的别院，血柔姬就被他藏在那里。我的人只远远的看了一眼，就被他府上的高手发现了，差点没能脱身。清堂，这个顾长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警惕，也更加难缠。哥哥，你不用再派人去查了，太危险了。许柔家攀上了顾长泽，对我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。这还不是坏事？他现在有了七皇子撑腰，想要对付你，对付我们沈家，岂不是更容易了？哥哥，一条藏在暗处的毒蛇才最可怕，随时可能在你毫无防备时窜出来咬你一口。现在这条毒蛇自己从草丛里爬了出来，爬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老虎窝里。那么他的目标就不再是我一个人了，而是整个靖王府，甚至是高高在上的那位。七皇子收留许柔家，这不仅仅是收留一个被驱逐的弃妃，这是在公然的向靖王、向太后，甚至向皇上挑衅。他在告诉所有人，顾长元不要的人他要，顾长元得罪的人他可以庇护。他这是在收买人心，也是在自掘坟墓，尤其还是用这种近乎羞辱皇室颜面的方式。我明白了，许柔家这步棋看似聪明，实则是把自己
也把顾长邹架在了火上烤。没错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打草惊蛇，而是要添一把火。我们要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把消息捅出去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被晋王爷赶出家门的许侧妃，转头就进了七皇子的大门。我要让那些说书的、茶馆的，把他们的故事编成各种各样相应又刺激的版本。我要让晋王和七皇子成为全京城百姓茶余饭后最大的笑柄。到那个时候，不用我出手，他们自己就会斗起来。好，这件事交给我去办，我保证，不出3天，全京城都会传遍他们的佳话。有劳哥哥了，在这座冰冷的吃人的王府里，哥哥是唯一的，也是最坚实的后盾。青堂，顾长渊那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真的要在这听雪轩里待一辈子吗？一辈子？怎么可能？哥哥，你放心，这里困不住我。很快，我就会堂堂正正的从这里走出去，去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去告诉顾祖母，游戏要升级了，让他也帮我添一把火。圣旨到，王妃审视清堂，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敬王妃沈氏温良淑德，今遭劫难，朕心甚勉。特赐前朝御赐之物，鲛人类东珠一对，以示安抚。令3日后乃太后寿辰，宫中将设寿宴，王妃需好生调养。届时随靖王一同入宫赴宴，钦此。皇上这一招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帮我，还是试探我？又或者他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我推到台前，让我和太后顾长元所有想看我笑话的人来一场正面的殊死搏斗？这潭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娘娘，您看，这可是鲛人类啊！传说中是前朝从深海鲛人国得来的至宝，天下仅此一对。皇上竟然把这么贵重的东西赏赐给您，可见皇上心里是向着您的。是啊，娘娘，这下好了，你马上就能参加太后的寿宴，堂堂正正走出这听雪轩了。帝王从来不会向着任何人。春和、秋月，皇上的心思不是我们能猜的。这几日你们什么都不要做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守好这听雪轩的门，任何人来都一概不见，尤其是王爷。是，奴婢遵命。这不是普通宴会，这是走出冷宫后第一次在所有人面前正式亮相，也是与太后第一次正面的交锋。这一战只能赢，不能输。一旦输了，好不容易营造的这点优势就会瞬间荡而无存，甚至会比在冷宫里死得更惨。李嬷嬷，把这个交给姑祖母，我需要她的智慧，需要她这个斗了一辈子的人来指路。是。王妃，势敌已弱，借力打力。势敌已弱，是要我继续扮演身心俱疲、受尽委屈的受害者。可借力打力，我要借谁的力？父亲因为我见死不救的罪名，被皇上夺了半数兵权，勒令在家闭门思过，至今仍未解禁。他是这场风波里除了我之外最大的受害者，也是最有分量的一颗棋子。来人，去书房，笔墨伺候。我要写一封写给我父亲的信，不，准确来说，是写给我父亲看的一封遗书。青堂，青堂，今日在宫里，母后她若是有什么地方为难你，不必忍着，一切有我。一切有你，顾长渊，你忘了从前那10年你是如何让我忍的吗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知道，我的战场到了。
儿臣顾长渊贺母后福寿安康，万事顺意。好，好，好，渊儿有心了。靖王妃呢？你又为哀家准备了什么贺礼？回母后，臣妾自知罪孽深重，不敢以污秽之物玷污了您的寿宴。臣妾今日前来，不为贺寿，只为求您一件事。青堂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今日是哀家的寿辰，你竟敢在这里说这种触眉头的话！你是存心要让哀家不痛快吗？臣妾不敢，臣妾自知时日无多，只求母后开恩，在临死之前再见我父亲一面，让臣妾为他尽最后一次孝道。如此，臣妾便是下了黄泉，也能瞑目了。放肆！你这毒妇，是嫌自己命长，在这里咒哀家吗？把他拖下去，重重的打！母后，今日是您的寿辰，何必为了这点小事动这么大的肝火？靖王妃，你先起来，告诉朕，到底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，竟让朕的弟媳大招朝的王妃说出这样生不如死的话来。皇上，臣妾妹妹，来看看血书，这是靖王妃的家书。皇上，求皇上开恩，让我带妹妹先去偏殿歇息。她身子不好，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准了，传太医。等等，这封信朕觉得还是当众念出来的好，也让大家都听一听。我大周朝的王妃到底是为何心存死志？朕的皇家绝不容许任何人蒙受不白之冤。皇上，不可！这是沈家的家事，怎可……母后，她现在首先是朕的弟媳，是皇家的人，她的冤屈便是皇家的冤屈。朕这个做皇兄的，不能不管。念。父亲大人在上，女儿清堂叩别。女儿不孝，恐不能再为您养老送终、侍奉左右。女儿心早已成灰，今以残破之躯苟活于世，不过是想在临死前再见父亲一面。今此愿既了，尘世再无牵挂。女儿去后，还望父亲勿要为我伤心，更勿要为我复仇。天家威严，不容侵犯。血书绝笔，女儿清堂。不是的。大将军，您不能进去，皇上正在里面设宴。滚开！清堂，爹来晚了。陛下，臣今日不为君臣，只为一个父亲，
臣斗胆为我那未出世便惨死的外孙向皇家讨一个公道。若皇家给不了这个公道，臣便自己来讨。你放肆！拿下！够了，都给朕住手！沈将军，你放心，今天朕一定给你沈家一个公道。太后德行有亏，言行失度，即日起迁居畅渊，闭门思过，非诏不得出。靖王顾长渊治家不严，宠妾灭妻，致使发妻含冤，子嗣夭亡，罚俸3年，于府中禁足半年。皇兄圣明。这是臣弟以为六哥的罪，还不止于此。据臣弟所知，那个挑起这一切事端的罪魁祸首，在被逐出王府后，竟不知悔改，污蔑皇家颜面。六哥对此毫无作为，此乃纵容之罪。你又是从何得知那许氏在四处造谣呢？莫非是他亲口告诉你的？皇兄明鉴，臣弟绝无此意。来人，七皇子城外的别院，将一个叫许柔嘉的女人给朕带上来。王爷，救我！王爷！许柔嘉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大胆妖妇，见到朕为何不跪？跪？我凭什么要跪你？你们顾家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都是一群薄情寡义、过河拆桥的伪君子。你给朕堵上他的嘴！许柔嘉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认罪吗？认罪？我有什么罪？我唯一的罪就是爱错了人，信错了人。我为了他背井离乡，抛弃一切，可他呢？他把我当成什么？一个玩物，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妻子。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会帮我报仇，会让我做的正妃，结果呢？你只是在利用我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胡说，一派胡言！我胡说？我手里有你写给我的信，有你和朝中大臣来往的密函，我还知道你偷偷在城外豢养私兵，你想造反，你想当皇帝！皇兄，冤枉啊！这个疯女人是在血口喷人，臣弟对皇兄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啊！你说的可有证据？有，就在我的枕头底下，在七王爷的别院里。是。最好的武器是人性的贪婪和疯狂。好一个忠心耿耿，这就是你的忠心。皇兄，臣弟。来人，七皇子顾长泽意图谋反，罪证确凿，废其王爵，终生圈禁于宗人府。妖妇许氏挑拨皇子，构陷朝臣，口出狂言，即刻拖出午门，杖毙。我赢了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啸天忠勇可嘉，着恢复其镇国大将军兵权。其子沈灵着升禁军统领，奇珍异宝无数。沈清堂蕙质兰心，朕甚嘉之。若有所求，朕必允之。愿归故里，永不回京。传皇上口谕，准。这就是我沈家世代守护的北境，怎会破败至此？你嫁给顾长渊这10年，北京的饷金被克扣了70%。陛下说国库吃紧，却年年给太后修园子。所以父亲被夺兵权，不是因为我的罪名，而是因为为为父上折子，参了户部尚书一本，那一本捅了马蜂窝。3天了，3天没放粥了。你是沈家的大小姐？是我，大娘还有城中粮仓呢。都被京城来的钦差老爷搬空了，说是敌军饷。爹，哥哥，看来这归隐是归不成了。这铺子里就你一个人？家传的铺子，爷爷气死了，爹被抓走了，师兄跑了。你想打什么？刀、剑还是棺材钉？你打的铁淬火差了3分，但这块铁胚是从哪来的？你是谁？镇国将军府沈灵，铁家第7代传人铁鹰，见过沈小将军。我爹临被抓走前说过，若有朝一日沈家人来北境，铁家上下以命相托。你爹为何被抓？消息走漏，京城来人说我爹私开铁矿，意图谋反，当场就抓走了。那铁矿如今在谁手里？钦差老爷的人，但他们不懂采矿，矿道塌了一半。铁鹰，你可愿意重开这座铁矿，为我沈家？我等这一天等了3年了。娘娘，你听，这一片全是上等的玄矿石，用它打出来的刀，能一刀劈开晶莹的制式甲。储量有多少？够打3万套甲胄，2万把战刀。而且，再往里走300步，还有一座天然溶洞，能藏2000人。你怎知得如此清楚？因为这矿道是我爹用命换来的。当年京城来人抓他，他拼了最后一口气，把矿图吞进了肚子里。我用了3年，才靠着记忆重新探明每一条矿道。铁鹰，从今天起，这座矿由你来管，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。我只问你一句，娘娘请说。3个月，3万套甲，2万把刀，能做到吗？能，但需要瞒过京城那边的眼线。你以为我为何挑在深夜来看这座矿？来人，这3个是经理派来看守矿道的，矿上的事，他们一个字都没往外面传过。沈小姐饶命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奉谁的命？是户部侍郎刘大人。哥哥，带下去，问清楚京城在北京安插了多少人，一个都别漏。你在京城斗赢了太后，赢了顾长渊，但真正的敌人从来不在后宫。这是北京30万将士10年来的伤亡名字，这里面有7万人不是死在战场上。什么意思？7万将士死在自己的军帐里，毒杀暗害，克扣军粮，饿死寒衣不足，冻死，因为他们是老子的兵，因为他们只听沈家的号令，不听京城那帮文官的，所以他们就得死。皇帝知不知道？你说呢？没有他的默许，谁敢在北京驻军里杀7万人？爹，
这些年您忍了，不忍，沈家满门早就没了。现在不用忍了。爹，您在北境旧部还能召回来多少人？明面上被裁欠的不下5万，暗地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最少20万，够吗？你真要做？他杀了我7万族人，用我沈家世代守住的边关，养他自己金碧辉煌的京城。这江山，他坐不稳了。我沈清堂替他做。凑合的温度再高50度，我要的是寒光，不是灰铁。产量翻倍了。娘娘给的银子到位了，我从周围的村里又招了30多个青壮，但有个问题。说。打铁的人可以是从各村招来的，可穿上这甲，拿起这刀的兵，得是能打仗的。我试过，这把刀一刀能劈开3层熟牛皮。哥哥那边已经在招人了。在哪儿？关外的流民营。这些年朝廷不管边关，关外的流民数以万计，给他们一口饭吃，给他们一身甲，他们一把刀，他们就是这世上最不要命的兵。庆堂，朝廷来人了。谁？兵部的一个主事，姓赵，带着圣旨来的，说是奉皇命巡查北境军务。矿道和兵工厂立刻停工，所有人撤入内洞，封死入口。铁英，你跟我出去。娘娘，那个赵主事是……既然他来看军务，那我就让他好好看看。沈大小姐，哦不，该改口叫沈娘子了。本官奉旨巡查北境军务，还望沈大将军和沈娘子多多配合。赵大人，请讲。第一，将军府账册，请拿出来，本官要核对这10年来的军饷支出明细。第二，北境各处驻军的兵员名次，本官要逐一查阅。第三，本官奉旨收回将军府对北境驻军的指挥权，即日起，北境军事由兵部直管。赵大人，你刚才说奉旨？圣旨在此，沈娘子要不要自己看？收回指挥权，兵部直管。看来陛下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。沈娘子是聪明人，既已和离，回北境养老便是，何必再掺和这些军务上的事呢？赵大人说的对，既如此，来人！沈清堂，你放肆！本官是钦差。钦差？你奉的哪门子旨？我父亲为北境流了40年的血，陛下说收回就收回。敢问赵大人，北京30万将士的死活谁来管？关外虎视眈眈敌军，谁来挡？这些自有兵部安排。你一个女子懂什么军务？我是不懂军务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：你今晚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京城那边接到的消息只会是钦差大人在路上遇到了关外的流口，不幸遇难。北京如今乱得很，朝廷查不出什么。你们沈家想造反不成？赵大人说笑了，沈家世代忠良，怎么会造反呢？只是北境如今兵荒马乱，大人若想看官务，明日我亲自带你去。今晚大人不如好好睡一觉。来人，送赵大人去客房歇息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赵大人和他的护卫谁都不许踏出房门一步。沈清堂，你快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小将军，这3个月，关外又涌进来1万多流民，朝廷1粒米都没拨过。再这么下去，不是冻死，就是饿死。清堂，这些都是无家可归的人，关外连年战乱，他们的村子被烧光了，家人被杀光了。朝廷说他们是流寇，不收。饿不饿？饿。阿娘说明天就不饿了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。你们听好，我不是来施粥的大善人，我是来给你们一个机会的，一个活命的机会，一个翻身的机会，一个杀回关内，拿回你们失去的一切的机会。姑娘，你是谁？我们凭什么信你？我叫沈清堂，沈啸天是我爹。从今天起，愿意跟我一走的有衣穿，有兵器拿。半年后，我带你们打进关内，夺回你们的田地和家园。愿意的，但记住，
朝廷们冻死已经抛弃了你们，他们连一块墓碑都不会给你们立。沈大小姐，我们这条命，反正也是捡来的。你若真能给我们一个说法，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姐姐，你会教我杀人吗？我会教你活下去。杀人是为了活下去。小将军，你这个妹妹比令尊更适合做将军。他不是要做将军，他是要做这天下的主。娘娘，末将在北境守了15年。15年前，我跟着老将军打退了关外的铁骑。那时候，朝廷送来的嘉奖是我满满30车美酒牛羊。5年前，军饷开始克扣。3年前，寒衣也不发了。去年冬天，末将手底下一个营冻死了47个兵。朝廷的回复是：北境气候严寒，此乃天灾，非人力可抗。所以，你恨？恨有什么用？末将是兵，兵的天职是服从。这是我父亲整理了10年的账册，你看看。7万将士，不是死在战场上的。死在战场上的是12万，加起来19万。这19万人的血都流干了，而京城依旧歌舞升平。陛下修的园子，用的每一块砖，都是他们鼓雀烧成的。娘娘，末将跟你们干！娘娘，说句大不敬的话，以前末将跟着老将军守的是大周的江山，但从今天起，末将守的是你沈清堂的江山。萧将军，这第一晚，敬那死去的19万兄弟。敬兄他们不会白死，每一个欠下血债的人，我都会让他10倍偿还。北京的春天来得比任何地方都晚，但这一次暴风雨终于要来了。第3批甲胄验收。玄铁冷锻甲单件重18斤，比经营的制式甲轻了整整10斤，防护力3倍。产量多少？甲胄已完工800套，战刀1200柄，按目前进度，2个月后翻倍。弓弩呢？弩机可以打，但箭矢，北京缺竹子，箭杆没法量产。娘娘，我们得想办法从外面运。不用竹子。不用竹子用什么？用北山的红柳枝。我小时候跟着父亲的兵在北山打猎，红柳做的箭杆韧性不比竹子差。红柳漫山遍野，要多少有多少。让萧寒派500人去砍，同时传令下去，北山方圆50里设为军事禁区，擅入者杀无赦。那赵主事那边？明天我会亲自送他上路。上路？娘娘要杀他？不杀，但我要让他把这里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诉陛下。娘娘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铁鹰，你记住，造反这件事不怕敌人知道的早，就怕我们自己准备的慢。如今甲胄800，兵卒3000，朝廷就算知道了，调兵遣到来北境，至少需要2个月，而2个月后，我们已经不是3000人了。沈清堂，你私压钦差，形同造反，陛下不会放过你的。打开牢门。你想？没什么，只是来跟你谈谈。赵大人在兵部做了几年？17年。17年，那你应该很清楚，北境驻军的人数、编制、军饷、军械，每一条账你心里都有数。这些年朝廷克扣了多少军饷，你比我清楚。本官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去年3月，朝廷拨给北京的军饷是50万两白银，令下的实际下15万两去了哪里？这些都是朝廷机密。赵大人别紧张，我不是要审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帮我带个信。带什么信？你回京以后，沈啸天的20万旧册原原本的交给陛下，加上关5万留名将士，会穿着玄铁甲，举着沈字旗，从雁门关南下，让他准备好。怎么，不敢告诉陛下？你这是在找死！赵大人，你错了，我不是在找死，我是在告诉他，他还能活多久。
送赵大人出城，备好快马和干粮，还有把他来北境时带的所有随从都还给他，让他带着他们一起回去。你疯了！一个女人想造反？是啊，一个女人，被你们那个宝座上的人亲手逼疯的女人。青纵，你放他回去，京城那边马上就会调兵。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兵马易动，粮草先行。京城离北境2300里，等他们的兵马集结完毕抵达北境，我已经不是等他们来打我，是我打过去。你的意思是？3天后发兵南下。我知道，你们中间有些人还不认识我。我叫沈清堂，3个月前，我是靖王妃，我是反贼。朝廷说我们沈家世代忠良，那我今天就来告诉你们，什么叫做忠良。这本账册上记着我沈家军整整19万将士的死，他们不是死在朝廷的算计，克扣军粮饿死，不发寒衣冻死，还有被自己人下毒，毒死在军帐里。朝廷欠你们的不止这些，你们的村子被烧了，朝廷不管；你们的家人被杀了，朝廷不管；你们在关外冻死缢死，朝廷看都不看一眼。但我沈清堂今天在这里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仇我来报。京城离这里2300里，这一路上会有无数的阻拦，会有朝廷的大军，会有守城的兵将，会有数不清的刀山火海。你们怕不怕？不怕！你们手里的刀是谁打的？沈家！你们身上的甲是谁造的？沈家！你们肚子里的粮是谁给的？沈家！那你们告诉我，京城是谁的？沈家！沈家！沈家！清场他娘，你看到了吗？你女儿比老子强。将军，那是多少人？少说5万，全是黑甲。那是谁的旗号？北境沈家的旗。沈啸天果然反了，你们守好城，我去会会他。我父亲年老，刀提不动了。沈家的军队怎么由一个女人领着？沈啸天呢？赵将军，平阳关是南下的第1道关口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开关放行，我保你和你的兵一个都不会死；第二，你守城，我攻城，你死了，我进去。妖女，你可知造反是什么罪？诛九族的大罪！赵我是沈家独女，你这话给我的不对。我爹是反贼提示，我哥是反贼二当家，你要诛，来北境诛就是了。废话少说，想要平阳关，拿命来换！好。萧将军，城楼上的弓弩手我数过，320人，他们的弩箭有效射程不过150步，而我们在这个位置，距城楼是180步。娘娘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来之前，已经派人在城楼下用步子量过。沈家军攻城！有人南下的路不是用城门来挡的，是用命，而我的命显然不够。万人3天拿下了平阳关，沈啸天这个老匹夫，真是小瞧了他。陛下，沈啸天来势汹汹，沿路各州县望风而降，如今已推进到虎头关一线，距京城不足800里。陛下，请速发秦王诏令。秦王调谁的兵？顾长渊被朕禁足在府里，
顾长泽被朕圈禁在宗人府，朕的儿子们一个比一个不争气，调他们来是来擒王的，还是来夺朕的龙椅的？臣愚钝。传旨，命御林军总领调集京畿5万精兵驻守虎林关，再命江南总督调水师5万从侧翼包插沈家军后路。朕要他们有来无回。陛下，不好了！慈安宫出事儿了！太后怎么了？不是太后，是冷宫里的那一位温然，废太后温然不见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看守说昨晚还在，今早送饭时屋里已经空了，只在墙上留了几个字。什么字？我去北京了。所以，从一开始就是他们两个。青堂，外面来了一个人。谁？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。她说，她姓温。姑祖母，丫头，我来了。你做得很好，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您怎么从宫里出来的？20年了，那条冷宫底下的暗道，我挖了20年，就等着这一天。我在这宫里以一个废人的身份活了20年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，因为我一直在等一个人。等到你的那一天，我就知道我温然终于可以走出那个鬼地方了。这里皇帝一定会放重兵，京畿御林军5万全在这里。但这里苍云岭有一条小路，可以绕过虎牢关，直插京城西门。姑祖母怎么知道？因为20年前我本来也要造反的，这条路是我让人修的。这事没修，我还没求你，我就败了。看起来我身陷有文章，先必有方城的地图、皇宫的地道、御林军的换防时间表。20年忘了，皇宫是我造的，它的每一块砖、每一条缝都在我脑子里。姑祖母，等拿下京城，您就回宫，回慈安宫。不，我的儿子早就死在了宫里，回那个地方不过是再看一遍噩梦。丫头，夺天下容易，做天下难。等你坐上那把椅子，你会知道，比造反更难的是做一个好皇帝。您不觉得一个女人做皇帝荒唐吗？荒唐！这天下被男人做了那么多年，早就烂透了。也许是该让一个女人来洗一洗了。这条路太险了，万一有埋伏。没有万一，这条路在地图上标了20年，知道它存在的人，除了姑祖母，都死绝了。娘娘，前面就是断崖，当年路没修完，还差最后30辆。我带了钩索，但最多一次过2个人，3000人，哪怕不眠不休，也要花3天3夜。不用钩索，砍树搭一座桥。娘娘，30丈的桥得砍多少棵树？而且连夜施工，动静太大。虎牢5官人对到攻城器械看，让他们以为把所有兵力都集中到正面的城墙上去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声东击西，正面佯攻，我们绕到虎离关背后。不是绕到虎离关背后，是绕到京城背后。虎离关的守军，让他们守着空城吧，我们直接去京城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京城已经易主了。西门守军不过3000，换防时间是卯时，还有半个时辰。卯时换防是20年前的规矩，看来皇帝连换防的时间都没改过。因为没人敢从这个方向来，他们都以为南面的虎州关才是战场。青堂，父亲率主力大军已经在虎牢关与御林军正面交锋，战损不小，但已经拖住了他们的全部兵力。父亲拖住御林军，我们拿下京城。娘娘，撞城门的冲车已经准备好了，但西门的铁门有3层，不用冲车。那用什么？北山铁矿挖到最深处时发现的，这道西门，这是石油，而石油沾木即燃，沾铁不灭。沈家军破城！
沈清谈，你沈家满门忠烈，4代人替我大周守边，如今你竟带着反贼杀入京城，你对得起你父亲的忠义吗？皇帝，你在说忠义的时候，不妨先告诉我，北境那7万个死在军帐里的将士是谁杀的？你克扣北境军饷，逼死我沈家19万族人，你默许户部贪墨粮饷，拿着他们的血汗钱修你的园子，你忌惮我父亲，避惮沈家军，所以你杀了他们的兵，撤我父亲的权，还要把我这个沈家女儿推进火坑里，让你弟弟折磨一辈子，这就是你的忠义，这就是你的天恩！你血口喷人！要证据是吗？全在这里。19万人的名字，每个人怎么死的，什么时候死的，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敢不敢当着百官的面，把这本账字从头到尾读一遍？你不敢读，那我替你读。你听好。建安3年3月，北境寒衣不到，冻死士兵2143人。建安5年9月，钦差以犒军为名，在酒中下毒，毒死沈家军将领7人，士兵3600人。够了，射箭！陛下，地龙翻身了！地龙翻身了！石油生效了，城门打下的石基已经烧裂了，再过1炷香，正阳门的城墙就会坍塌。娘娘怎么知道城墙底下能烧？因为皇宫的地基是姑祖母告诉我的。正阳门以下3掌全是松木桩，松木最怕火。这座城是温然太后监造的，她造的城固若金汤。父皇错了，固若金汤的城，挡不住一个被囚了20年的女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德薄才疏，不足以承天命。今沈氏清堂承天受命，文武双全，仪登大宝，承继大统。朕训位于沈氏清堂，自为庶人，永不逾正。钦此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此刻跪在这里，并不是真心服我。你们认为一个女人不配坐这把椅子，没关系，我也不需要你们服我，我只需要你们知道。从今天起，克扣军饷的杀，贪墨粮饷杀，欺压百姓的杀。你们中间有些人手里沾着我沈家军的血，现在站出来认罪，我可以只杀你1人。若让我查出来，诛3族。陛下，臣有罪，北境军饷贪墨，臣是主谋，求陛下开恩。晚了。还有谁？清堂，京城还有一堆折子等着你批呢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爹，你说他们能看到吗？能的。23万个人，23万双眼睛，都在天上看着你呢。还不够。等我把这天下治好了，等没有人再饿死，再冻死，再无蒙冤而死，到那时候，我再来告诉你们。回京。急什么？店里那帮老臣，让他们等等也无妨。不是去见他们，是去见铁鹰。他新打了一批农具，我想看看北境的田什么时候能种上第1朝麦。